接了个电话，一个顾客，哎，我给大家，我给大家那个说一下，我刚才接了个电话，然后那个他说是艾尔斯吗？我说是，然后他说那个那个老板今天在吗？我说老板今天不在。他什么时候在呀？就是他一般什么时候在？那他今天在干什么？他问我。林茂可能爱杰森，他肯定爱杰森。那不爱杰森，那为什么跟杰森在一起啊？那他不爱他为什么会跟杰森？还想着灰姑娘的剧情？对，没有那么多灰姑娘的剧情。杰森还是找别人了？就我跟你们说不了这种关系，就是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我每次解释这个剧情吧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你们没有在一起多长时间，你们就没有接触过那种就几年的以后的爱情，对吧？那你说你爸和你妈中途出个轨，完了你爸和你妈就离婚了啊？有多少爱都可以重来，就是这个东西我怎么解释啊？那你跟别人在一起了，你不判他死罪了啊？这死罪嘛，是你的死罪嘛？就是，那他在一起时间长，你能维系下去，不就是缝缝补补吗？将就吗？不是将就，就是那个就是包容吗？那这些东西我怎么说呀？那我说不了啊。那你很多在一起10年20年的同志感情，那不都是这样吗？这只不过就是到了你们人生的，就是你们没有接触过的人生了，你们就不懂，我没办法解释，孩子们。说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费劲。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不明白啊？因为你们一份恋爱都没谈过，没有人喜欢你们啊。对，没有人喜欢你，你没谈过恋爱，人家跟你处2天，人家不想跟你处了，所以你没接触过这么长时间的恋爱啊，这是真实存在的，对吧？你看你怎么理解？你理解不了，那你就理解不了了。我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解释不了。有的人觉得我剧情假啊，说那个酒吧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他妈的，人都他妈得病了，完了人家那么多家酒吧，给其中一家给人家，咋的呀？啊？就是假。就你们生活当中没有人对你们好，没有接触过，对吧？那我们给对象买个车呀，买个房啊，那不这正常吗？对不对？俺有钱啊，那现实当中你们就没有人对你好啊，你们都是想这些人就说哎不现实啊，不现实啊，这个剧太假了，怎么啊？那个童话故事怎么着？现实当中，说白了就是还是有这种只不过就你没有。第10集是大结局吗？这个杨帅，我就想问一下，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叫杨帅的，第10集是大结局吗？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看第10集了吗？不播完10集了吗？你觉得第10集它是大结局吗？一部剧故事累积要多久？
不懂你说什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什么累积要多久？咱们别拽了行吗？咱们就说清楚你的问题，别累积到多久。别拽了，就那点中国的汉字，咱们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词，什么累积到多久？啥玩意儿啊？说清楚啊！十几岁可不都十几岁嘛啊，很少有那个就是20加的，很少。你就算有的是老光棍啊，老龄。他都不懂，他完全不懂。大导员他们就不许怼我了啊！你今天出来了吗？没有人喝酒，这样搞得我今天我也没上班。有很多台湾、马来西亚的油管，台湾、马来西亚不正常吗？你还在蹲厕所，那你咋回事啊？这些老姊们都怎么了？老姊们，身体都不行啊，吃点益生菌吧。被你的员工挨个传染了，哪个员工啊？我这两天我都半个月没喝酒了，我感觉昨晚上吃麻辣烫，我半个月没喝酒了。动不动就你爱不爱我，一会儿小孩儿真的好麻烦。不是小孩儿，他主要就是小孩儿就是什么呢？小孩儿他好吃，他嫩，他一掐有水儿，那个不刷牙嘴都不臭。小孩儿都嫩超嫩超的。好。再说小孩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你就是吊着他。小孩你就不能搭理他，不能给他好脸。就那种就是我特神秘啊，别靠近我。然后时不时的还要就是说，有没有想我？对。老子想你，有没有想我？快说，有没有想爸爸？没有是吧？今天晚上咋了？但是爸爸想你了，来，到爸爸来。那种。可以的啊，可以的，小孩可以的啊。咱们就说喜欢那些老头儿，来，老头儿。就那种啊。涛姐出来吧，涛姐不也身体不舒服吗？这主播是老头吗？所以就是我是掉小孩的嘛，对吧？涛姐不也不舒服吗？这是涛姐啊，你还没上班，你们都不去，我去干嘛去？涛姐好像也不舒服，我寻思你们哪怕有一个去的，我都出去溜达溜达，那一天在家待着。今天我媳妇还回娘家了。
凯叔和好了吗？凯叔和不和好？凯叔能出来吧？感觉不能比你小3岁，再小就不好下手了。那你肯定就是和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今天我在家待的无聊，你们也不出来。蓝胖子干啥呢？哎，小麦，你去约啊？小麦，你去约蓝胖子出来。妹妹，你去约蓝胖子。我也好久没见刀姐了，对吧？你把刀姐也约出来。刀姐最近就是，昨天我拉她玩王者，她都不搭理我了。咱们就是还是就是说，还是惦记，你把他俩拉出来，咱们就好好的，咱们喝一点，好不好？咱们今天把你那点酒都给消了它。你是录下来了。你们要这个小麦，你俩今天要是把那个蓝胖子和那个小刀约出来，我就告诉你我和小刀的其中一个秘密，挺劲爆的。就上周的事儿吧。可以给一个好友位吗？我不跟好友打，我觉得昨天有一个人，关于我和刀姐的，有一点点劲爆啊。那个昨天有一个就是那个粉丝，然后就是特别那个就是 man， 然后就说那个图图，我看你那个一直在玩，能不能就是我带你？我说我不太会玩，他说你相信我，我带你飞。结果玩的貂蝉2-8，然后让我掉星了都。完了下来以后，然后他又拉我，我就就是死活不跟他玩了。完了他就给我道歉，他说：“哎呀，那个图图真不好意思，就是哎呀第一次跟你玩就翻车了，怎么样？哎呀真不好意思，怎么样？”我就没回他，就很生气。这啥呀？这是啥呀？还带我飞呢？啥呀？小茉莉看到第4集就看不下去了，身边其他人也说剧情有点散。好，看不下去就别看，千万别看哦！答应我，千万别看哦！还有你身边人也告诉他们不要再看啊！谁看谁说小狗谁也别看啊！看了就是一辈子老公，看了的老公在外面偷偷做零啊！今天看到你是何源，蓝胖没接电话，他干嘛呢？没接电话呀，没接电话，他可能用你给刀姐约刀姐肯定就，刀姐肯定能出来。剧里的车，我那个车是上的河源的牌，因为我没有那个深圳，那个时候没有深圳的社保没有深圳的社保，所以会上外地牌。但是就是还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那什么，你先约，得先约刀姐，然后才能约到蓝胖子。你就约那个刀姐，你说百里屠夫想见你，他在直播间里一直在那个表达思念之情。咱们得有个标题，吸引的标题，吸引
别人的一个标题。他们的羁绊真烦。羁绊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剧情就是你能看懂的就看懂，看不懂就看不懂了，就真的我不强求了，因为这个是进阶版，就是很多人都还停留在你爱我，我爱你啊，直男应不应该被掰弯怎么样，就是停留在这种，还停留在校园里边，爱上一个直男怎么办？直男啊，直男总看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直男啊，直男总约我一起吃饭，而且还总挎着我牵着我的手，图图他到底是不是 gay 呢？我要不要继续喜欢他呢？我真的很想跟他告白，但是他拒绝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他妈就给我来这些问题，我听了我都觉得无聊啊，无聊。就你们还停留在这种阶段，就是你们连谈恋爱都没谈过，没谈过，那你们看这种剧，你们是看不懂的啊！你们应该从那个跟我回家去看啊，跟我回家就很简单，就是你爱我，我不爱你，他爱你，怎么，然后我们就为爱争夺，就怎么样，就是这种剧适合你们啊。真事儿啊，你看不懂，那我这个真没办法去解释太多。这个是经历的问题。走起，啥呀？他出来呀？找着了吗？果然是渣男，嗯。涛出啊？涛出，那你们肯定去老头吧？我就不去，我不去，去，看来没想叫我。去老头吧，去吧。这个财宝和今天加油啊，他们都喜欢老头。这俩是就是老头乐，看到那种60岁，然后就是蹒跚的那个步伐的那种，然后法令纹就是法令纹越深他们越爱，对，是那种。最好法令纹里边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泥土，那是他们最爱的，对。这里有老头吗？这里没有。杨帅说什么？铺垫下一步就接。刚看完，给我感觉就是铺垫完什么下一步。谁告诉你铺垫下一步啊？不还有2集呢吗？不还有2集呢吗？下一步会请奇异果吗？奇异果是谁呀？奇异果谁呀？就你们说点那个耳熟能详的。下一步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人物我会请到啊，可不可以加不同类型的角色啊？都是熊圈，找个猪圈的，找个猴圈的，再找个那个长颈鹿、大象、斑马、骆驼，可加点老头吗？加老头，你们就是你们得那个就是资方去推，就是啊，
资方来推，你们有合适的老头，你们给我钱，完了我剧组就会推，好吧？你们资方，你们做资方，对啊，我是我人生当中，我就是真的，我看到老头，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会尊敬吧，我就尊敬。如果说他做了一些就是比较，就是那个淫秽的事情，我会觉得说老不正经，就是我会这种感觉，就是不行。发起试镜图图就露营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电视节目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啊！你就都是你们这种想法的话，那电视节目有的是，他们敢这么做吗？就我说白了就是，哎，有的人说我找一些素人，我比如说，我就找个杨帅，哎，杨帅你过来那个一起拍点东西，我不敢，这么多人啊，我不敢，我回家，我不敢，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就是哎呀妈呀，就在那块说那些没用的，就在那块可他妈来劲了。完了，一看见到啊，这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是有几个人他妈就我告诉你，互联网这个马甲就是你们的所谓的就是保护伞啊，你真实的你让他出来，你就是啥也不是，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还他妈素人，我就说白了，我就这些就爱表现的人，他们就是说，在我的剧里边，我都觉得这啥也不是呢，哎，这在素人。白扯，素人可以参演小角色。我为什么让素人参演小角色？咱们说句很直白的话，他妈别人他妈想来我演我的剧，人都演不了，我为什么让素人来演呢？啊？我的剧是什么乱七八糟人都能上吗？那想当年，那别人就是一个角色给我150，我都没干，啊！我说150，你加点，你不加了，我就不让他上了，对不对？咱们那个外面的行情价已经炒到就是230了，啊！你想上我的戏，你必须得交这个钱的，啊！哎呀妈呀，还让素人演小角色！我说白了，你素人你多啥呀？你素人再跟我泄密了，我们剧情都是要保密的，啥也不是啊，天天在外边行骗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参演个剧行骗的，然后直播，最近在拍戏，白土夫找我拍的，白土夫一直让我演那种戏，但是我没同意，白土夫就求我，后来我就答应他了。我跟白里屠夫在房间里就是演了很多，拍了很多，最终白里屠夫不让我说，但是今天我给家人们带福利来了，知道这你神经病！哎呀妈，到现在就是你知道快手上有一个人说那个快手上有一个人说是我的前任。完了说那个我当时追他往死了追，我说
我说我的前任不可能在快手直播，这一直在那个快手上一直在造谣。我说那个有人来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我的前任不可能在快手这种平台直播，能明白吧？就是我的前任们都是什么？哎呀妈，要不就是那个那个经纪公司的，要不就我现在有5个前任，我给大家说是5个前任啊，这5个前任，第一个是在那个经纪公司的，然后他是现在在做导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开，落魄的小开，第三个，现在就是家里有点房子，就是拆迁了，第四个是国企单位的，第五个稍微弱点，第五个不知道在干啥。第六个就是我家小大夫，人家也是，对吧？哎呀妈呀，你瞧不起谁？快手那些直播，我就说白了都干啥呢？在那块就是啊，都是有权有钱的主啊，不然呢？第七个是小金刚，这第七个，它是紫葫芦里边的，然后就是那个招数是那个拿紫葫芦去妖孽收，这是吧？对，有权有钱有颜，有权倒没有，权有，但是他们不是我的前任。钱有一个有钱，主要是有颜。我这几个对象除了第二个没有颜，其他长得都还行。对，图图还是有要求的。当然有要求啊！你看我直播这么长时间，你看你这些粉丝还是粉丝嘛，他们也没做老板娘之类的，还是有要求的。对。那些粉丝，哎呀妈呀！我看了这么多年，有人看我这么多年，人我特别就是感触的，就是这么多年了，然后之前的老粉儿就跟我说，又换人了，那个感觉就是他又酸他又羡慕，就是说那个白里屠夫又换人了，怎么这么多年还没有人喜欢你？之前追的那个人钱还你了吗？把你拉黑了？还倒贴呢？对不对？别酸了，别酸了，别酸了，真的别酸了。那咱找对象，我们还用找吗？我们坐在家里就是有人敲门，你好，能喜欢你吗？先别拒绝，司机，这是给你带来的黄金，对不对？哎呀，酸什么？这么多年，你说，哎呀妈呀，这换个对象不是很简单吗？我还想着我下部戏我要演一个就是比较我要演一个就是我下一部戏我想演一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大娘，就是那个知否里的那个大娘子。王若弗，我要演这种角色。就嘴特别厉害，但是没什么脑子的这种。对，我想演这种角色。
挺好喝。别说了，哎呀妈呀！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些网友啊，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世界，但其实真的说实在话，我现在看到的世界都不是真正的世界啊，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外边永远比你看到的要宽要广，对。我从拍剧，从跟我回家拍到芝麻，再到小茉莉，无数人跟我说一点，就是说，啊，你拍的东西太假了。就这么多年了，就是我一做什么东西，哎，你这个剧本太假了，你这剧本太假了。我说这都是我亲身经历，怎么假了？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个你现实当中你得肝癌了吗？我说去，臭，就是你知道吗？就这种，哎，你要没得病，他就说你假啊，你就这种，你傻，都这么多年了，咱们了解我的就知道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小茉莉就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拍小茉莉啊？我为什么要拍小茉莉啊？因为小茉莉是我从30岁到34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那确实，就包括就是被举报这个事儿，你们不知道，就是被举报那一段，就是那个王志远被举报那一段是真实的发生的案例。就现实当中，我们对手酒吧被举报了，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是我举报的，而且就是王志远的那个就是朋友圈发的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当事人原版的那个文字，对啊，我怎么解释啊？就他妈这个事儿我怎么解释啊？那现实当中我就是会把这个剧情和那个就是这个剧本揉在一起嘛啊。然后还有人就是不是你知道，就是今天评论区里还有人说那个说什么啊，我就不明白了，就是那个为什么李茂和狸猫一直在斗，他们为什么要斗？他们没有其他的酒吧要去斗吗？为什么他俩一直在斗？有这么大的仇恨吗？我说他妈这就是个剧本，那我不让他俩斗，我让跟别人斗，你们不会觉得他们有关联吗？晚上喝酒没有？咋的？你要喝酒啊，老王？老王，你现在在深圳不？老王，你在深圳吗？你不喝，你是觉得我啊？你可以喝，你要喝我半个月没喝了，我今天我还挺想喝的。老王昨天在跟你喝，这个是那个老王，这个是老王舅舅，是一个大网红，大网红。本人挺高挺壮的啊，但是就不太老，就是好像比我还小几个月，好像是老王舅舅，他比我还小呢，但是确实咱们说实在的，老王身材气质都不错，但是就是不喝酒就可惜了，这好身体你不喝酒可惜了。你这个好身体不喝酒可惜了。对啊，
西洋进行曲一起拍视频的那个吗？是。老王舅舅应该也是可以拍戏的啊。是东东和阿涛的菜是不是？老王你可以拍戏吗？下一部戏你过来拍呗。继续讲戏啊，继续讲戏，就是我们在拍戏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去，其实你们不知道，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剧外的一个事儿，我其中有一个角色啊，其中有一个角色的演员，现实当中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又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俩是前任关系。我因为找这个人拍戏，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发雷霆，在我剧里砸酒。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剧就是一直都没有演过去。上午7点闹钟干嘛去？小爱同学，取消闹钟。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真的一波三折，而且我就是说，现实当中就是我们在就是后期筹备的时候，我酒吧又被我现实中酒吧就又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然后最终就关闭了。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剧真的一波好几折，所以就拍剧真的是还挺辛苦的。但是我们这就是新的一季，我们其实打算今天我在筹划的就是拍综艺的事儿啊，因为我很喜欢拍综艺，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个性格不拍综艺可惜了。我觉得就是我就很喜欢做综艺。拍剧靠什么盈利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你们在现实当中你们有这么上进吗？我一说点什么东西，然后就天天就问怎么盈利。就是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现实当中有这么上进吗？就天天问别人怎么盈利。这是别人的私事儿，别问了好吗？我们现实当中，我们谁兜里还没有个几千万呢，对不对？啊，上次你酒吧放那集，行，上一次在你酒吧下的啊，我记得你是第一个请大一大上演的啊，你怎么知道？纵欲过度的感觉啊，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我2次，真的是，对，什么综艺不告诉你呢啊？你别问了，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这种性格，我其实我特别能明白，就是说，你知道，我特别能明白，就是大 S 小 S 和那个就是汪小菲家里的那个些事儿。是吧？就是我现在我就会觉得大 S 小 S 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是明星，然后有的时候呢会以一种就是演的一种方式，然后去对待很多事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 S 到现在都觉得汪小菲还是喜欢她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做一些小公主行为。然后甚至他们吵架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故意的，就是大 S， 起码大 S 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他们这些事儿，就在炒热度。有的时候是真的就生气的，但是大多数都在炒热度。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明星，我就要炒，而且就是大家以一个娱乐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汪小菲呢，就是汪小菲他们一家人就是不适应这种生活，所以就是较真儿了以后呢。他们也尝到了甜头，所以他们也跟着吵的同时，如果吵急了了，两方就开始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开始拼刺刀。但是大多数这两家人其实就是在炒热度啊，所以就是你们要以一个就是明星的一个角度，就是或者说一个表演人格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们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就比如说我就是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有娱乐精神的人，就是我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在聊天啊，或者说一起在交朋友的时候，没有必要吧？你好，啊，是吗？哎呦，哎呀，那我敬你一杯，来，就这种我就觉得没必要。我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好你好，啊，是吗？你可真不像，你是一，开玩笑开玩笑，来喝一杯。就我是这种人，就是我不喜欢就那种就是一味的顺着别人，我就会觉得那种啊啊哦，就是我是生活当中会给别人反转的一个，或者说给别人一些就是我觉得那种太假了吧，就是那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没有就是一定要去尊重别人，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实当中我的社交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哪怕对方就是说，我给别人第一印象一定是深刻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有趣啊，特别啊，好特别啊，就是我们是这种人。所以就是你接受不了那种娱乐性，包括那种就是开玩笑的那种社交方式，好，那就不要在一起，一起玩嘛，那就玩不了嘛，其实很无聊的啊，很无聊，大部分缺爱。就我真的不会觉得说我现在我这个阶段我要去讨好谁，他是离开了，哎呦，那就今天晚上喝一顿嘛，是不是？就是我直播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有趣你怎么播嘛？你播的没有？我告诉你，其他的主播都是怎么播的？哎，其他主播都是这么播的啊，就是其他主播都是这么播的。感谢你点亮灯牌，谢谢谢谢。主播没有对象，主播吃了，你吃了吗？先来宝宝点点关注好吗？主播不抽烟，主播只是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对，第一次播，对，然后就是，就我看这种直播，我就待个5秒钟，我大概看到就是他就是那个露怯，我就走了。其实我更喜欢看那种就是，你要不你有点才艺，或者说你有点身材，就这种我就愿意看。你哪能？谢谢那个财宝送的大啤酒。人家可能是第一次播嘛，是第一次播，我觉得不喜欢嘛，就是很无聊嘛。哎妈，哎妈，谁呀？哎呀，谁呀？谢宝贝，宝贝宝贝。哎呀妈，谢哎妈，谢哎妈，胖胖的来找我，胖叔来找我，胖胖的来找你，找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绝活吗？那个云哥，你有什么绝活吗？演的挺好，不用再演了。你想要什么绝活？我想要你会
你会直播间不能说啊，你这不能说啊。谢谢这个宝贝啊，谢谢这个宝贝送的跑车，定制跑车，定制跑车要多少钱啊？定制跑车好贵的感觉，定制跑车。龙叔你稍微收一收，啊，咱们别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官方啊，封他号，封这个叫龙叔的号啊。他打电话，你变坏了。我没变坏呀，我一直都不好，我一直都这样。就是你们知道，就是人生特别讽刺的是什么？就是我其实那个财宝你也认识，小麦你也认识，就是我人生当中，其实我在第四任到第5任之间有一个4.5任。4.5任这个大概处了1个半月，然后就是就一直在花钱嘛。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就及时止损了嘛。然后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在4.5任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大结局？还有2集。然后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那个送跑车的。就是我4.5任的时候，他其实我们中途就是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跟大家说一下4.5任这个吧，就是我跟这个4.5任是因为我开了一间酒吧，那个时候我开酒吧，然后我北京的朋友，哎妈，谢谢跑车，谢谢跑车，谢谢跑啊，就是咱们4.5任。你别打断我行不行？你要再打断我的话，你就得送那个更大的礼物喽。就是这4.5任，就是他其实是我开酒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北京的朋友，然后带来的一个朋友。当时就是我北京的朋友说来我酒吧来看看我，结果我就去楼下去接我那个朋友。还让不让我讲啊？那你刷吧，我不讲。我真的我特别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东西就有人刷礼物，一讲东西就有人刷礼物，那我就不讲了。这恶心谁啊？没有，别走，我就给你讲啊，装了。就是我给大家继续讲啊，你别走，你听啊。就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又得从头讲了。我北京一个朋友说来看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在那个开酒吧嘛，然后我就下楼去接他，然后他在一个公交站那边等我。他不是坐公交来的，但是附近我们有一个公交站，然后等我去接他的时候，旁边又有一个人，那个人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然后身材比我稍微胖一点点，然后就穿的还比较的有年轻范儿的那种劲儿，然后当时我就没看清楚脸，然后进了我酒吧之后。就在聊天，聊着，然后我就看到他长得真的，我可以说他是我所有，就是我认识这么多的人之中，我觉得他颜值算排第一，他的颜值算是排第一的，然后我就挺喜欢的，但是我那天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然后跟我们都认识，所以他这个人比较外向，然后他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在这玩，然后又看到北京那个朋友，就大家一起玩就比较开心。结果我全程晚上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个人的到来，我就很开心嘛，很开心。像哪个明星呢？是有点像那个印小天吧，有点像印小天。我就因为这个人，我就很开心。所以就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酒局结束的时候，我就我第一次厚着脸皮找他要了那个微信，
然后他同时也加了我来的那个朋友的微信，反正就是晚上，因为那个我们喝的是洋酒，喝的洋酒比较多，然后晚上因为我跟就是后来来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俩还是在同一个小区，我俩就走，然后外面下着雨，然后我还因为刚才那个人我就挺开心的。这个时候跟我一起回，因为我们是邻居嘛，然后他跟我一起走，他说，哎，那个人很喜欢我，那个人也是你的菜吧？你说戴帽子那个？对啊，他在厕所还抱我呢。哦，那可能真的喜欢你呗。但是我还没想好，你知道吧？就是我喜欢的人，然后去抱那个就是跟我同一个小区的那个人，然后我心情我就说啊，他喜欢这种，然后我就心里其实有一点点不开心。后来呢，我我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我有他微信了，然后我就没事，我就想约他出来喝酒，约他来我酒吧喝酒，一是促进消费，二是就是也想见他嘛。后来约了2次他没出来，直到有一次他自己来我酒吧了，他跟一帮人来我酒吧了。然后他说他之前在北京，他之前也在北京，然后呢他跟我的共同时期的好朋友几乎都认识。然后现在我来深圳了，他也回深圳发展，因为他家里是在深圳。然后喝酒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喝酒摇骰子都比较厉害，然后每次我都默默地看着他，很怕他喝多，就有一点点保护他的意思。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就主动约他，我说我想约你去听歌，因为他特别喜欢周杰伦的一首歌，然后晴天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就说有一个地方叫 Singer House， 我说我带你一起去听歌，然后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还是来了，因为还有其他人，所以我们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玩游戏，一直是我俩一对，直到有一天我又约他，我们一起喝酒摇骰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有对象吗？他说他没有。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他说看感觉。然后我说我其实挺喜欢你的，今天我约你出来，我其实就想跟你告个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在一起。我说我知道你喜欢那个人，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我说那你考虑考虑。结果后来我就总约他来我酒吧，他也来了，直到有一天好像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说那你到底跟不跟我在一起？他说好，就这样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喝多了，我像一个小傻逼，然后我就站在舞台上，我就说今天我特别的开心，因为我结束单身了。我要送我老婆一首歌，老婆，嗨，老婆，这是我送你的第一首歌，音乐，你知道，就是我像个小傻逼一样，你知道吗？然后我自以为很浪漫，后来你知道，就是因为他在北京生活嘛，他在北京生活，然后所以就是，我就会觉得他在深圳的生活就是可能因为他没钱，他就不好意思花钱，我就开始给人家买衣服，我就带他去逛街，然后给他买衣服，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稍微有一点点小钱，然后我买衣服都是
2000左右的短袖之类的，然后他也是喜欢那个牌子，然后就一起买嘛，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多挑点吧，然后我就一件都没要，他就选了很多，大概是10000块钱，买了4、5件吧，4、5件衣服，10000块钱，然后他说他喜欢泡澡，然后我又带他去那个泡澡的地方，然后消费，然后我又给他办了一个10000块钱的卡，我说这个卡我办完了，然后这里边这个卡交给你，然后那个你想自己来泡就泡。反正那段时间就特别喜欢他，然后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我，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喜欢。就比如说他每天下班了以后，他都要去健身，他不来找我，我就说那你不来找我呢，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嘛。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关键性没讲，就是当天晚上因为我喝多了，然后我官宣的时候，正好我酒吧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姓黄啊，哎，那谁，那个财宝，他姓黄啊，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你说好看那个。我官宣那天，那个小黄也来了，然后呢，那个小黄我见他也是非常喜欢，但你说我刚官宣完，我见小黄的第一面，我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卡爷，像卡，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会有一个就是亲密，就是熟悉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哎，那个姓黄的那个我一见他我也特别喜欢他，但是我刚官宣完，而且他跟我这个4.5人比的话，他其实没有那个4.5人好看。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发现我这个4.5人不是特别喜欢我，然后我就决定跟他分手。然后恰好呢，这个姓黄的这个人，然后一直我们也没就是一直有微信。后来我就说那个姓黄那个正好没啥事儿，我说那你过来吧，我说你过来，那个我说我分手了，然后这个姓黄的这个就从惠州来了，然后就是开了房，开了房，然后就是刚要发誓，就是俩人都在一张床上了，然后是总觉得就对不起4.5人，因为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说还是喜欢4.5人。后来我就找个理由，啥事儿也没发生，然后我就去酒吧工作了。结果这个姓黄的还追过来了，就是追到酒吧去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我都快要跟这个姓黄的在一起了，结果那个4.5人给我发消息，他说你在哪儿呢？我在你家。我说哦，我说那你在家等我，我就把那个姓黄的抛弃了，我就回家跟他复合了，就结果这是第一次这个姓黄的被我伤了。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4.5人就是关系就好一点了，对，关系就好一点的，好一点了。然后就是我又开始那个，就对他好嘛。然后我们几乎每天都住在一起了。后来我就发现她其实是个小公主嘛，小公主，然后我也一直在忍让。结果有一天就是，就有一天是什么事儿来着？就是好像就是小年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员工包红包，然后他就说那个他就帮我包红包，然后他说那个给你包完了，有我的吗？我说那个你这都是给员工的，这是给员工的。然后我说那个，你这点钱不会给你的，我会给你转更大的，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我的4.5人，
我过年的红包应该是13114，不是13140块啊，13140块嘛，就是我会包这么大红包，因为给员工的都是几百，就是现金嘛。我说这个都是给员工的，我说你先别着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就是我就给员工发，然后后来我俩因为什么事儿就吵架了，然后他吵架的时候不是，包完红包了，包完红包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天晚上，我俩就在床上，他突然就是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说老公，我说啊，你能借我3万块钱吗？我说啊，行啊，因为你知道，就是两个人在情侣，就是在床上，然后你的另外一半突然找你借钱，你是没有脑子，就是去拒绝的，就是你反应不过来。他说，老公，你能借我3万块钱吗？我说啊，可以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平时我给他的钱超过3万了，我就说那3万块钱然后我就说行啊，他说过年了，然后说家里要办年货，工资没开出来，说先从我这挪3万块钱。我说行，我说咱俩之间不用说借，你就拿就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钱直接我就转给他了，然后他过了2天，然后就是他又找我就是我俩就吵架了，我俩就因为点事儿就吵架了，然后吵完架以后，他说，就是他把我哄好了之后，然后他紧接着就伸出手来，我就躺在床上，他就坐起来伸出手来，他说，我的红包呢？什么红包？过年的红包。然后我心里就非常不舒服，我前2天刚给他了3万块钱啊，结果3万块钱是3万块钱，红包是红包，而且就是在刚吵完架，然后就刚把我哄好，然后就伸手要钱，我这个心里这个别扭啊，然后我紧接着我一晚上我就没睡着，他就在那块睡。他就在那睡，然后第二天他是跟我说话，我也不吱声，后来他就走了，他就回老家过年去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个坑，然后我就毅然决然跟他分手了，这钱我说钱我也不要了，我说钱我不要了，我说你自己留着吧，我就觉得。整体的过程当中花了6-7万块钱，就是我跟他在一起1个半月花了6-7万块钱，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我就及时止损，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了，他也没跟我联系了，就这样。然后这过后，你知道这过后我又把姓黄的叫过来了，我说我这次真的分手了。然后我跟姓黄的我们一起喝酒，然后因为那天喝的又比较多，我跟这个姓黄的我俩就吻在一起了，然后我记忆当中这个吻特别的美好，但是那天晚上就是没往下再发展，就吻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想在一起，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因为我俩也不在一个城市嘛，后来不在一个城市，然后2月份我分的手，然后5月份我认识了第5人，然后结果我就跟第5人在一起了，然后姓黄的又被伤了，然后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跟小大夫闹别扭，那姓黄的又把他伤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姓黄的好悲催啊，就是一直在伤他，然后每次都特别赶巧，就是要不就是复合了，
要不就是那个，这现在还想着呢，反正就是这个姓黄呢，我也会觉得说，总觉得差点意思，就是我不能说他全名嘛，放过他吧。你知道这个姓黄的也不简单，这个姓黄的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姓黄的就是他有点轻浮，就是他不是那么老实的人，他就是跟很多人都传出一些不好的事儿，而且他，反正就是没什么脑子，反正我也会觉得说，我家小大夫也比他强，因为我家小大夫，我告诉你，我家小大夫非常的好，就为什么好呢？我觉得我家小大夫长脑子，长无缝衔接，我就发现我每次讲故事都会有人就是在这块酸酸的说无缝衔接，谁无缝衔接？我吗？那个木易是我的无缝衔接吗？你的意思是我的无缝衔接是不是木易？你为什么总是酸酸的，就是说这些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我们就是无缝衔接，每一任对象都挺好的，你说这气不气人？这个木易，你生活当中有人喜欢你吗？你为什么看别人直播就一直在酸别人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无缝衔接 ，What about you？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木易，有人喜欢你吗？这么长时间你谈过恋爱吗？你有几个恋爱？你有什么经历吗？为什么我直播间里总是不缺乏这些就是酸溜溜的人呢？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是可以去驾驭很多段感情的。What about you？酸什么？从3月份到5月份，我都休整了3个月了，我们不能重新开始吗？而且4.5任我就处了1个半月，我休了3个月，我处了1个半月，我休息了3个月，我不能跟第5人在一起吗？怎么了？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缺胳膊不少腿，然后时间还比较持久，然后我们金牛座还比较那什么，对不对？我们怎么就找不着对象？我们在深圳有房有车，怎么了？我们应该找不着吗？你有什么呀？我们有一家酒吧，我们现实当中我们还是个网红，我们会写歌，会拍剧，会演戏，会作曲，咱们粉丝7.5万，咱们不能有对象吗？我就很纳闷，你酸什么？What's wrong with you？我们在感情里，我们对别人好，大方，不抠搜的，人家想要什么我给人买什么，我们不能谈恋爱吗？干什么呀？你在酸别人的同时，你就是提高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天天说人无缝衔接，那我都处多少个了，你呢？天老酸什么？你好像那个俄罗斯的你个酸黄瓜，没必要。酸，天天说我无缝衔接，哎呀妈呀！第一次来怎么老说了？第一次来，那你以后别来了，你这人嘴不好，到哪都犯膈应。你癞蛤蟆趴脚面，你不咬人，你膈应人。
本直播间禁止蛤蟆入内。哎，就咱们这是给你个牌儿啊，蛤蟆禁止入内啊。虽然不及大人也不差，是不是？对呀、现在很多同性恋的啥要屁没有啊，我们啥都有，我们处个对象不冤枉。一天酸呢，哎呀，提高一下自己。咱们咋的呀？咱们这条件也在这块，咱们还可以吧？咱们，哎呀妈，这一天，谁要连线呢？谁啊？谁要连线呢？行了，别说了。你别说李佳琦，李佳琦，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确实说的不太好，就是说那个这么长时间不涨工资，怎么样，是找自身的原因。我承认花西子的眉笔确实贵了一点，但是他说的没有道理，不是他说的没有错，有道理。为什么呢？花西子，我觉得一支眉笔它能到78，确实有一点贵，但是78一支眉笔，别的品牌也有。你要是觉得贵，你不买 OK， 但是你不能说人家贵，你可能会觉得花西子这个品牌比较 low， 但是人家李佳琦说的没错，因为物价都在涨。你可以买那种小牌子、山寨牌子，或者说就是那种就是不知道的那种牌子都可以啊。就是还是要提高自己嘛，你别总觉得物价贵，这个贵那个贵的，你要知道，就是说，那奢侈品的那个眉笔那更贵，那更贵。你像你可以花69.9块啊，你去买一件羽绒服，你可以啊，你没有问题啊，你69.9你可以买个羽绒服，你没问题。但是它肯定会有6999的羽绒服，它是有的。你就像拼多多，它69.9，你这个，对吧？69.9的羽绒服有的是，你可以买，那提高自己啊。你不能你对照的是最便宜的东西，对不对？还是要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买奢侈品？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有完了以后，我们特别自信啊，对吧？我们要有能力去驾驭这个事情，那有能力了，然后我们就不在乎了你前提你是得有，你别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啊，他不就是一个月赚个5万8万的吗？他也不开心呢，你知道吧？就有这种。我说实在，在我心里啊，一个月赚5万8万的这种，在我心里我都觉得很厉害。你现在经济这么差，人能赚个5万8万的，牛逼死了。我现实当中，你知道我在深圳，我觉得我要出去找个工作，我赚不到2万块钱。就是我真去找工作的话，我一个月赚不了2万。我要学历没学历，要年纪也大了，对吧？你能赚个2、3万，我在深圳我觉得挺牛逼了，真事儿。我到现在我都满足不了，就是你知道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人的梦想，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梦想，就是我特别向往的是什么？我特别向往的是那个
我能去一个公司，然后有一个工位，然后上面有一个电脑，有一个电话，怎么样？又分手了，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怎么的？我占着你的名额了？你老公喜欢我呀？你天天盼着我分手干啥？你天天他妈的，就是一天来了，人又分手了，电黄了，不开了。今天怎么没去上班？不关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就是我天天就是你们的老公，你们看好你们自己老公好吗？啊，我也是个姨，我要是真把你们老公给上了，你们恨我也行。关键是你老公喜欢我，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天天怎么就希望我这个不好那不好的呀？啊，看好你们的老公好吗？你们老公都在外面都偷偷做零。我就特别想有自己的工位，而且我工位上我一定会摆一个特别贵气的一个小绿植，对不对？嗯，对，我就没体验，我也没体验过白领。我就说实在的，虽然说我喝咖啡，但是我喝咖啡不上瘾，我就特别好奇，就是那种都市丽人手捧一杯那个美式，而且还非得喝冰美式，那种小感觉，哎呀，就你知道，就是我就你知道，作为我来讲的话，因为你知道我这种人，就是我就觉得美式一定要热着喝，它才叫美式，而且热着喝的美式，它才能体会到那个香味儿。冰美式它喝不出那个咖啡豆的那个香，所以这现在还会有人还有就是那种就是说，哎，给我来冰美式。我不明白，你知道冰美式是能喝出个啥？不知道，就是咱们，嗯，就我觉得美式一定要喝热的啊。去平安大厦顶楼喝那种感觉，没去过，没去过。这冰美式我就觉得就是要汤子，对，嗯，对，要汤子味儿，就对，就是要汤子味儿。我觉得热美式还是好喝的呀，你知道，就他们天天在那块讨论奶茶，啊，这个奶茶，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啊，那个叫什么信是瑞信是不是？信瑞信是不是？是什么信？就反正那个咖啡品牌又出什么新品了啊？对啊，瑞幸啊，然后又什么这个什么茶颜悦色、霸王别霸王茶姬，还有什么蜜雪冰城，你知道吗？就这种就是我都不知道，人一明白，特清楚啊，咱们赶不上潮流，赶不上潮流。对啊，人就是这样，好羡慕的。咱们就是，哎呀，咱们就是，咱们就是，哎呀，喜茶 COCO 一看你就是，你不是丽人，丽人都不喝喜茶和 COCO 的，咱不知道。COCO，哎呀妈，果丫丫什么牌？你都喝红牛的，哎呀妈，我都喝自来水儿。喜之郎果冻可以吸的果冻啊，
妈的，我从小到大都没喝过高乐高，也不知道高乐高是啥味儿。妈，高乐高是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高乐高，从小我就没喝过高乐高。高乐高是啥呀？这是高乐高啊！高乐高你们知道吧？高乐高，从小到大都没喝过。不好喝。钙中钙。那就高乐高。行了，不播了，我就打王者了。我今天我得上上星耀，上星耀，我眼睛已经困得都不行了，我下播了，我要打到星耀，我现在那个永恒钻石，拜拜拜，眼睛都睁不开了。